关于草莓之死的第二个元凶，我们上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，如果草莓基质不干，你就连续的不停的浇水，会把草莓给浇死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新手朋友犯的一个毛病，就是怕草莓因为缺氧而不停的给它施肥。我们很多朋友不知道，草莓在刚刚定植的时候，根系要么受损，要么会不能正常的工作。因为根系可能受损，它不能正常的工作。在受损的情况下，我们去施肥，特别是高浓度的肥料，这样的话，不仅不会让它吸取营养转化为生长的动力，而会让草莓已经受损的根系越来越差劲。这样就会发现，你的草莓定植之后，刚开始叶片还是比较挺直的，之后呢，草莓的叶片会越来越卷，越来越卷，直至倒塌死亡。所以我们给草莓施肥，从一开始就不建议去放过多的底肥，特别是没有腐熟发酵过的羊粪、牛粪、鸡粪以及其他的粪肥，还有高浓度的豆粕之类的吧。我们草莓刚开始种下，它们是比较弱的，它们需肥量是比较少的，特别在草莓长根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草莓长根、植物长根不需要太多的肥料，有水它就能长根。那么在长根出来之后，一步一步的根据草莓的长势和需求，逐步加量的给草莓施入肥料。小草莓植株很小的时候，它们需肥料是比较小的，就像人一样，小宝宝它们的饭量是比较小的，我们一次给吃一点就可以了。当草莓的植株长势越来越壮，我们能看到肉眼可见的草莓的叶片变大，叶柄变粗，逐步的给草莓的肥料浓度加高。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来的。我们要认知清楚，在刚刚开始种的时候是少许的肥料，是低浓度的肥料。到草莓植株长势健壮，特别是开花结果需要大量的元素的时候，你不能仅仅是之前施的那点点底肥，你需要后续的给它追肥，不管是大量元素还是重量元素还是微量元素。至于肥料多长时间施一次，这个根据你施的肥料不一样，有些是速效型的，有些是缓释型的。我们会在草莓的各个不同的时期，根据草莓的植株长势来控制草莓的施肥用量。但是对于新手来说，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，宁愿少施点肥，你肉眼可见的它缺肥了，也不要一次性给它施肥过量，特别是底肥，一旦拌入你的土里面、基质里面，那个草莓的根系缓不过来，直接就肥害、盐害就死掉了，就更别提让草莓开花结果吃到果子了。我们现在种草莓的第一个任务是先把它种活，先解决有没有活不活的问题，而不是说果子多好吃，能丰产，实现草莓自由。所以我给新种草莓的朋友们，施肥的建议是，如果你打算施底肥，一定要施薄肥，不要施太多，而且必须是经过腐熟发酵的肥料才可以使用。第二个就是你平时施肥的时候，特别是草莓刚定植还没有还好苗，或者刚还好苗，草莓的植株还比较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给少量的肥，不要一次性给太多，贪多。如果肥料浓度过高，直接可以导致你草莓的叶片外缘发焦枯黄，直至你的草莓死亡。到那个时候就无力回天了。我们宁可每次少浇点肥，感觉到草莓缺肥了，我们再补还来得及，而不是说一次给施多，把草莓给整死。即使是没死，产生了肥害，需要更长，短则20多天，长则1个多月的时间，再回到你施农肥之前的这样一个状态，这个会花费你很长的时间和精力。所以咱们一直说的叫薄肥勤施，就是每次的浓度低一点，可以间隔短一点的时间来去施肥。如果你喜欢草莓，如果喜欢种草莓，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舍一人飞语。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。